债务持续增加，高达 GDP 的260%。债务占 GDP 的260%是什么意思啊？老爸，这是不是说日本政府也欠了好多钱呢？这就意味着你一年赚10万，但是欠债了26万啊！这个260%听着不多，但却是发达国家里边最高的。就连欠了38万亿的美国啊，这个比例也才130%左右。正是这庞大的债务，让日本经济现在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死局啊！但小日子的债一路欠下来，他现在经济不也好好的吗？这是因为他一直在拖。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泡沫破裂、经济衰退之后，为了拯救经济，日本就做了一件事，把借钱的利息降到0，大量的印钱，想刺激大家借钱投资，把经济给拉起来。这不挺正常的吗？美国也这么干呢。但经济增长的关键从来不是利息的高低，而是钱流向哪里。印了再多的钱，如果流不到有效的实体经济里，那普通居民的口袋里也不会有钱啊。那小日子印的钱都去哪儿了呀？2个地方，而且都很致命。第一就是流进了僵尸企业，这些企业经营不善，本来应该破产倒闭的，但是银行一直不断的把钱借给这些僵尸企业，让他们借新还旧。日本银行这不是有病吗？但你站在银行的角度想，这些僵尸企业本来就是拿了大量银行的贷款，如果破产还不上钱，贷款直接变坏账，银行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来，甚至可能造成银行的倒闭。而且在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的时候，有大量的公司破产，如果再倒闭一批，那就会有更多的失业，经济也会更差呀。这不就相当于银行一直在给这些僵尸企业续命吗？没错，这些依靠低息贷款的企业不仅自身效率低下，还一直占据着大量资源，新企业进不来，经济也没有增长点，钱就在金融体系里打转，没有流进实体。这也太要命了。那第2个流向呢？这个更狠，还有大量的钱是直接流出日本了。假设你发现啊，在这国借钱没有利息，然后隔壁的 A 国存款利息能给到5%，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商机呢？那岂不是我直接从这国借钱转手存到 A 国就躺赚5%的利息啊？恭喜你发明了日元的套息交易。日本由于长期的低利率，全世界的机构都跑来借日元去买美债、美股等其他的海外资产，甚至日本人自己也这么干，还诞生了一群专门做套息交易的日本全职太太，就是大名鼎鼎的渡边太太。那岂不是日本自己反而没用上这些钱啊？没错，钱没进居民口袋，也没有变成消费，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，拼命印钱，物价却一直在跌，经济长期低迷。但现在的日本经济却因为国际形势的突变，进入了进退两难的死局啊！外国还能影响日本？还是关键的影响，因为日本的石油高度依赖进口，最近中东局势的混乱导致油价上涨，这直接让日本国内的物价飙升啊！那像美国一样搞加息，不就能把物价给压低了吗？问题就是日本要是加息了，它的政府第一个扛不住，美国第二个就跳出来阻止。因为人口的老龄化，日本交税的年轻人越来越少，而领养老金需要医疗报销的老年人越来越多。也就是说，日本政府的收入越来越少，但支出越来越多，就只能不断的借钱来维持运作。一旦加息，日本政府的利息支出就会瞬间暴涨。那日本加息跟美国有啥关系啊？因为日本是美债的最大海外持有者，一旦日本大幅加息，全球那些套息机构为了还债，会疯狂的卖掉手里的美债换回日元，那到时候全球金融市场都要跟着动荡啊！继续零利率，物价就上涨，加息全世界又不乐意，感觉小日子他里外不是人呐。没错，这充分证明大水漫灌是救不了经济的，只有流向实体和居民才是真正的出路。这就是我们国家强调新旧动能转化的真正原因啊！港货币贬值40倍，物价飞涨。我查了一下，1000人民币可以换1.9亿的伊朗里亚尔啊！老爸，这钱还能这么贬值啊？其实当下以美元为基础的全球纸钞体系，就注定了钱一定会贬值啊！我问你啊，钱为什么会值钱呢？钱能买东西呗，10块钱能买套煎饼果子呀。那为什么不是100块一个呢？100块钱一个，没人买呀。没错，商品价格取决于供需关系，那么商品价格就等于货币数量除商品数量，所以价格就是由货币数量和商品数量共同决定的。如果货币数量变多，那价格就贵；商品数量变多，价格则便宜呀。你的意思是伊朗物价上涨是因为他们的钱变多了？那伊朗的钱怎么就凭空变多了呢？你别忘了，现在全球用的都是纸钞，一旦打仗这种烧钱的事情发生啊，直接开动印钞机，想印多少就印多少啊。这么说，我突然就理解为什么之前都是用黄金当货币的了。你说说看。因为价格等于货币数量除商品数量，黄金当货币的话，那货币数量就是固定的，这样物价就稳定啊。你终于抓住了
货币的重点。但还有个问题啊，如果黄金数量不变，但分母中的商品数量大幅增长，会发生什么呢？分母变大，价格就降低了呗，物价下跌是好事啊。但物价下跌恰恰是黄金当货币的缺点。如果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，黄金数量稳定，加上商品数量也不多，那物价确实是稳定的。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，生产力提高，让商品数量越来越多，黄金跟不上商品数量的增长，就会让价格持续下跌。如果你总觉得物价明天会更便宜，你还会着急消费吗？那肯定先不买，等降价了再说呀。大家都不买，商品就只能继续降价，降价后大家又拿着现金不买，等着更便宜，价格就又下跌，这就形成了通缩的恶性循环。那黄金当货币确实不行啊，所以人们就开始想办法，商品数量增加后，为了不让价格下跌，同步增加货币数量就可以了。于是很多国家就开始把黄金和其他金属掺合到一起，铸成金币。那么原来一块金子就可以变成好几个金币，就相当于人为增加了货币数量啊，这不就是古代版的印钞机吗？没错。后来人们觉得沉重的金币做买卖还是太不方便了，就变成了金本位，也就是发行纸钞，然后承诺纸钞可以按照比例兑换黄金。就像后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就规定，35美元可以换1盎司黄金。但不是后来美元不给换黄金了吗？问题就在这儿，理论上美国每印35美元就要在金库中储备1盎司黄金，但究竟有没有储备，实际上没人知道。美国由于打越南战争印了好多的美元，于是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掐指一算啊，市面上流通的美元早就超过美国储备的黄金数量了。他直接就派军舰拉着美元去找美国换了300吨黄金，于是就引发了全球都去找美国混黄金了。那老美不是没那么多黄金吗？所以在1971年，美国直接宣布美元彻底和黄金脱钩，从此纸钞作为货币印出来的数量就再也没有了限制。这么多年，美国的印钞机可从来都没有停过，美元的真实购买力一直在缩水，伊朗的40倍贬值只是这种纸币体系的脆弱性的极端版本。怪不得黄金一直涨啊，其实就是大家都不信任美元了呗。没错，因为真正的好货币只有一个标准，就是能长期稳定兑换一定数量的商品。为了稳定商品价格，就需要让货币数量和商品数量同步变化，也就是货币需要锚定真实的生产力啊。生产力不是我们这个制造业大国的强项吗？是的，所以锚定真实生产力就是未来人民币国际化的底牌呀。莫兹海峡的封锁造成多国经济问题。一个海峡怎么还能影响经济啊？老爸，是不是只有那些需要石油的国家受影响啊？反而受影响最大的是美国，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堵住的不是石油，而是美元的命脉啊。中东的一个海峡怎么和美元还有关系呢？那我问你啊，现在全世界做生意用什么货币结算呢？美元啊，这不是常识吗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凭什么一定要用美元呢？可能大家都习惯了吧？那怎么不习惯用人民币呢？其实是美国用了2招，逼着全世界不得不用美元的。第一招是买，美国用美元大量进口商品，相当于把美元发给了全世界，尤其是东亚制造业国家。我们就是制造业大国呀，那我们卖东西给老美不收美元不就完了？这时候第2招来了，石油绑定美元，因为石油可谓是现代工业不可或缺的原材料，除了商品运输要用之外啊，石油还可以分解成乙烯苯等现代工业不可或缺的原材料。可以说生产一切商品都离不开石油。如果你开的小方煎饼果子店生产需要采购石油，结果中东的产油国说只能用美元买，那你还敢不收美元吗？那我只能收美元，再用美元找中东的王爷们买石油了呀。那这些产油国凭什么一定要用美元呢？既然石油这么金贵，自然是每个国家都想要的，这也是中东常年战乱不断的原因。所以美国和中东产油国就达成了协议，美国为他们提供武力保护，代价就是石油只能用美元结算。这招真绝呀！更绝的是最后一步，美元回流。我问你啊，一个人只花钱不赚钱会怎么样呢？那肯定是破产了呀。所以美国还必须让美元重新回到自己手里，才能持续不断的有钱花。那么中东的产油国靠着卖石油赚了大量的美元，他们拿在手里也没有利息，所以美国就跟中东的王爷们说啊，你们可以拿着赚来的美元来买我发的国债，每年啊还给你利息，想要高收益呢，还能来买我们的美股，还能投资 AI 这样的高科技呢。我了个豆，这样兜了一圈，美元又回到老美自己手里了呀。没错，这就是美元潮汐。过去的几十年，正是这样的美元循环维持了美国的霸权和全球经济。那这跟霍尔木兹海峡有什么关系啊？因为全球很大一部分石油运输啊都要经过这里，这里被堵住，就
相当于中东的王爷们突然卖不出去石油了。那美元潮汐会有什么影响呢？那不就相当于全世界买不到石油，王爷们赚不到美元，也就没钱继续买美股和美债了。没错，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中断了美元回流美国。更可怕的是，如果有一天啊，你突然间赚不到钱了，你会想什么办法呢？那我只能把之前买的理财赎回，花存款了呀。所以对于中东的王爷们来说，他们一旦不能通过卖石油赚到钱，不仅就没钱去买新的美债美股，而且为了应付家里的开支，他们还会反手卖掉美国的资产变现，这样甚至就会让美元流出美国。那这不相当于美国在持续流血吗？更可怕的是，美国现在欠了38万亿的债，如果新发的国债没有人买，那就只能提高利息来吸引人买。美国现在本来就在靠借新还旧，一旦利率上去，利息支出变多，财政压力就会爆炸。除了财政啊，还会影响到美国目前的 AI 发展。这跟 AI 有什么关系啊？ AI 是典型的烧钱行业，回报周期长，而其中很大一部分资金来自中东资本，一旦他们不投甚至撤资，整个行业都会受到冲击。我怎么感觉要金融危机了呀？未来的关键就看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恢复流通，因为这里决定的是全球资本能不能正常循环的问题啊。那感觉全球都被美元牵着鼻子走呀，能不能不用美元啊？所以你会发现，现在啊，全球越来越多的贸易开始用人民币结算了呀。